可师弟，若继续提此事，两位师兄就是逼在下离开落云宗。好吧，既然师弟如此说了，那此事容后再议。诚信老者和吕洛望了一眼，都看出了韩立并非客套之言，竟真的死活不愿意接受大长老的职位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也只能暂时搁置此事。这就是了。韩某虽不会担任大长老一职，但只要还是落云宗的长老，自然会照顾本宗。若没有什么意外，想必让本宗保持个1000余年兴盛，还是勉力能做到的。程师兄闻言只能苦笑一声，不再提起此事，反而问了一句至阳上人这次来的用意。此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韩立用平静的语气简要地说了一遍，最后还问了程师兄一句：我听至阳上人的意思，似乎此事可能和新出现的七灵岛和大漩涡有些关系。此地离我们西国不远，师兄难道没有听过关于此地的异常消息？异常消息好像没有，现在传闻中的事情应该都是真的才是。当初大漩涡和七灵岛刚出现时，因为离云梦山比较近，本宗也派了一些弟子前去亲自侦查，和传闻中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从漩涡中涌出来的众多灵气和七座岛上的灵脉较寒有外，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。至于当初瓜分7座岛屿的大会，因为师弟还失踪未归，本宗未曾参加此会。既然这样，看来还是要等赴约后才能知道其缘由。希望像至阳上人说的那样，只是想借助辟邪神雷之力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师弟还是多小心一些的好。连3大修士都要联手出动，甚至又要聚集元婴中期修士，此事肯定不可能是寻常之事的。这一点我自会注意，不过想必也不会让我做太过分之事。这倒也是，师弟如此年轻就进阶元婴中期，和有几乎不下于他们的神通，即使3大修士也绝不会轻易和师弟结怨的。韩立淡淡的笑了笑，就不再接口。下面的路程3人没再交谈什么，不久之后他们飞到了落云宗。诚信老者2人和韩立分手，立刻去了宗门议事大殿，他们要马上召集门下弟子，宣布本宗成为云梦山第1宗的消息，同时还要商讨一下关于针对此事的变化和对策。而韩立则直接去了南宫晚被封印的禁地，一去就是数个时辰，才神色有些疲倦，从那禁地之中走出。一出禁地，他马上化为了一道青虹，飞向子母峰的洞府。刚才他在禁地密室中消耗了不少元气，施展了一种秘术，在检查南宫丸体内的封魂咒情况时，结果让韩立又喜又忧。喜的是火禅兽妖丹的确有效，真让南宫丸神识中的封魂咒有一丝减弱的样子。忧的是这火禅兽妖丹效果明显比预期要差了很多。照这样下去，能否解除此咒还不好说，必须还要观察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。好在韩立欣慰的是，即使此丹无法一次解除毒咒，也可以延续毒咒发作的时间，甚至减弱此咒最终效用，总算没有白去坠魔谷猎杀妖丹。半日后，韩立出现在了洞府中的闭关密室，身形一动不动，双目轻闭，处于打坐之中。他现在也只有用修炼来强迫将南宫晚的事情暂时忘记掉，否则一直牵挂此事，极易产生心魔情障。韩立从一开始入密室就一直处于入定之中，如今终于是心如止水，也缓缓睁开了双目。一张口，一团龙眼大小的金色丝团从口中喷射而出，滴溜溜的在胸前一阵盘旋，悬浮不动起来。看着丝团，韩立面无表情的一抬手，手指一弹，一道青色法诀击在其上，顿时雷鸣之声发出，金团上一丝丝纤细电弧弹射而起，然后化作一团金芒狂闪几下，所有电弧都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在原地留下一小团蚕豆大小的蓝色火团。
此火团才一现身而出，韩立根本不等他有什么反应，再一张口，一缕同样颜色的火焰从口中喷射而出，一下将这火团卷入了其中，然后转眼间化为一团鸡蛋大小的火团激射而回，被韩立一口吞进了腹中。韩立不言语一句，马上手中结出一个古怪的印法，双目再次闭上，他开始炼化这得自虚天鼎的最后一丝乾蓝冰焰。若是炼化此焰后，真的让他能不久后就驱使虚天鼎，那就足以让他纵横此界而无大碍了。大半个月后，韩立从入定中醒来，双目闪动一下，忽然单手一抬，竖起一根手指来，扑哧一声，指尖处一小团蓝色火苗浮现而出。望着蓝色火苗，他双唇紧闭，一言不发，但片刻后手指轻轻颤抖了一下，火苗随之一晃之下，瞬间化为一条纤细的蓝色火蛇，然后飞快地盘旋后紧紧缠在了此根手指上。去！韩立低喝一声，顿时迷你蓝色火蛇背上生出了一对火翅，翅膀一抖，竟飞离了手指，往屋顶飞射而去。但在接近屋顶时，又一个盘旋，围着密室四壁灵活之极的飞舞。韩立默默地看着火蛇的一举一动，过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，才突然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一点，砰的一声，火蛇在空中自行爆裂开来，点点散落的火焰如同骤雨一般，一下击射向韩立，但一闪即逝后，全都没入了韩立体内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容出来，喃喃自语：看来这乾蓝冰焰炼化起来真的是越来越快了，一开始要半年甚至1年才能炼化一丝，但现在竟然半个月就炼化了相同的冰焰。下面韩立略微一偏头想了想，一拍腰中储物袋，一团青光闪过之后，一只扁圆小鼎浮现在了手中，只有数寸大小，但是古色古香，精致异常。这正是那只韩立精心收起的虚天鼎。望着此鼎，韩立脸露沉吟之色，但马上他将此鼎往空中轻轻一抛，顿时小鼎一阵翻滚后，稳稳地浮在了空中。韩立两手一搓，蓝色火焰蓦然在手掌间爆发而出，一只拳头大小的蓝色火球浮现而出，但随后两只手掌掌心处各有一道拇指粗细的蓝色火苗激射而出，正好击在了蓝色火球之上，顿时火球一阵翻滚，急速狂胀起来。片刻后，一颗头颅大小的巨大火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胸前。此火球忽大忽小，闪动不停，但表面蓝焰滚滚，却一丝热度都没有，实在有些诡异的样子。韩立抬手看了看空中的小鼎，心念一动之下，火球顿时化为一团蓝光激射而出，一下击中了空中的小鼎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小鼎非但没有被击飞爆裂开来，反而水火交融一般，一下融合一体，冰焰就此在鼎上熊熊燃烧，而虚天鼎就此在冰焰中缓缓转动起来。韩立冷冷盯着火焰中的小鼎，双目微眯，随后强大神识就此放出，一下将此鼎罩在了其中，开始仔细观察小鼎在冰焰中是否有和以前不一般的变化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韩立眉头也渐渐紧锁了起来。在被他彻底炼化后的乾蓝冰焰包裹下的小鼎，仍然和以前一般无二，并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。韩立低手再想了想，再猛然一抬手，体内灵力往目中狂涌而入，顿时一双瞳孔蓝芒刺目，盯着虚天鼎，眼也不眨一下。在明清灵眼神通施展出来不久，凝望小鼎的韩立终于神色一动，仿佛发现了什么，一抬手冲小鼎正中一点，指尖处青色闪动，几道纤细的灵丝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，不见了踪影。虚天鼎蓝光闪动，随即在冰焰包裹中狂胀起来，原本数寸高的小鼎，眨眼间就胀至丈许巨大。
巨鼎表面的花鸟虫鱼、山水树木等图画一下也变得清晰可见起来。看着空中变化而出的巨物，韩立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，往空中一招手，巨鼎一下就落下了数丈，停留在韩立胸前数尺远处。重新打量了一下此鼎，韩立想都不想一抬手，砰的一声，一只手掌直接穿过蓝色冰焰，贴在了鼎壁之上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原本熊熊燃烧的蓝焰忽然化为了一股龙卷之风冲天而起，然后龙吟声传出，一只丈许长的蓝蛟在风中浮现而出，一个摇头摆尾后，蛟手蓦然向下一扎，一闪后竟没入了鼎盖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巨鼎淡青色的表面瞬间转化为蓝蒙蒙的颜色，巨鼎四壁上的那些虫鸟走兽一阵光华大放后，竟突然活了过来，在鼎壁上游走活动不定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韩立看到此幕，脸色却丝毫不动，但按在鼎壁上的那只手掌灵光闪动了不停，数缕青霞通过手掌迅速注入到了鼎中，源源不绝的样子。而随着灵力大量注入，鼎中嗡鸣之声渐起，就在韩立注视之下，一个个蓝色古文从顶上浮现而出，直往空中飘去。蓝光乱晃后，在3丈高的空中，这些古文竟形成了一篇古怪的法诀经文。韩立抬手凝望而去，手掌中注入鼎中的灵气不由得一缓，顿时空中文字为之一暗，就要马上溃散的样子。韩立一惊，急忙恢复了灵气注入，空中经文这才恢复了稳定，散发出淡淡的灵光。这些经文不长，只有1000余字而已，但韩立细细一看后，脸上先是一喜，但最后又露出了苦笑之色。看来不用费尽心机再破解什么，这篇经文直接就将驱使虚天鼎的方法坦然地写在其中。经文开头说得很清楚，想要驱使此鼎有2大条件，一是必须先炼化此鼎附带的乾蓝冰焰，二必须修炼一篇叫做通宝诀的上古功法。这种法诀是专门为驱使通天灵宝这等等级宝物而创建，并且每一件从上古流传下来的通天灵宝都具有自己的通宝法诀，内容均是不同。而在通天灵宝间，这些法诀也是完全不可混用，毕竟每一件通天灵宝均有自己的特性威能，也只有使用相匹配的法诀才能驱动通天灵宝。如此一来，通宝诀就将通天灵宝和普通古宝彻底区分开来，只有拥有通宝诀的古宝才能称得上是通天灵宝。因为修炼此诀后，才可以将通天灵宝封印在自己身体中，加以慢慢陪练。当然，这种陪练并非普通法宝那样将心神与宝物融合一起，而是和魔气有些近似，只是暂时将通天灵宝藏在体内，用通宝诀功法日夜加以影响宝物灵性而已。这样一来，时间一长，通天灵宝灵性就会慢慢改变，变得和得宝者神识吻合相似，从而达到人气合一的地步，这才可以驱使通天灵宝的威能灭敌。不过因为通天灵宝威力实在太大，驱使此宝时，修仙者神识只能占据辅助地位，故而此宝可不像本命法宝无法被剥夺，反而在巧妙的时机下能轻易的就被人夺了去。但别人刚得到此宝时无法马上使用，同样需要用通宝诀培育一番，才能改变通天灵宝原来的灵性印痕。以上这些东西是经文中简单提及到的。看到这里时，韩立心中还是惊喜异常，但当看到下面的那些法诀时，脸色却一下难看起来。因为这法诀看似简单，只能分为普普通通的3层而已，可是光是修炼这通宝诀第1层就需要元婴中期修为，第2层和第3层竟然要进入元婴后期和化神期才可修炼。如此一来，就算是能将第1层通宝诀练成，也只不过
只能借用通天鼎些许威能而已，这可和他原先的预期大不一样。郁闷地将手掌一抽，隔断了往鼎中注入的灵力，经文立刻溃散消失了。